當球員平平無奇，退了役重拳出擊，一個9成9球迷沒聽過的球員，卻成了登陸荷蘭全國熱搜的大毒梟。絕命毒師可以派個球員辦了。整整15年前，2010年8月12日，荷蘭和烏克蘭進行了一場友誼賽。因為此時距離成衣軍團飲恨南非世界杯決賽剛過去1個月，歐洲聯賽也基本沒打，荷蘭陣中只有楊森等零星的知名球員，甚至不少人都是第一次入選國家隊。這其中就包括了一名在替補席上坐了90分鐘，名叫隆尼斯塔姆的荷蘭籍右邊後衛。如果你認識荷蘭球員隆尼斯塔姆，請務必收下我的膝蓋，這是足球活百科天生的足球經歷。雖然隆尼斯塔姆也姓斯塔姆，也踢後衛，但他的水平和著名的荷蘭光头中衛斯塔姆基本是一個天上一個天上人間。隆尼斯塔姆出生于1984年，02年到10年在荷甲踢球，之後去了英超的維岡競技待了3年，生涯最後3年在比利時和荷乙，於2016年退役。巔峰期也就是个英超保级隊的替補邊後衛。他最值得吹的事有3件：第一是他在荷甲打進過一腳世界波；第二是他入選過荷蘭和烏克蘭的友誼賽陣容，但沒出場；第三則是他跟隨維岡競技在13年拿到足總杯冠軍，但決賽他同樣沒出場。按照正常的劇本，他應該在退役後當個教練或者老師，但他卻選擇進入了黑社會。時間到了2021年之後，荷蘭的安因霍溫及其周邊地區突然多了很多白粉，量大到甚至把行業的價格都打了下來。警方以為這裡真出了個絕命毒師，不過缉毒警察很快確認這些貨來自於南美，純度非常高。在經過一段時間調查後，他們於24年抓捕了隆尼斯塔姆，並在他家搜出了至少18公斤沒來及銷售的白粉，一些搖頭丸、笑氣，外加已經洗乾淨的大約260萬歐元毒資。其他證物則包括一同被登記在他名下的至少3處房產、一艘遊艇、3輛汽車和堆滿了整個保險箱的珠寶。而他的哥哥魯迪已經逃往了迪拜。這名40歲的退役球員很快被檢測出毒癮。隨着調查的深入，荷蘭警方震驚了，他們差點以為抓到了荷蘭另一名前國腳尖毒梟普羅梅斯的上家。根據隆尼斯塔姆的郵政記錄，他先後在20年到21年的2年間，分別從巴西、智利和哥斯達黎加分3次進口了至少2217公斤可卡因，也就是 2.2 噸毒品。這些東西除了一小部分被他自己享用或送給馬仔，外加被查抄的730公斤之外，其餘大部分分銷給位於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的下家。隆尼斯塔姆的手機中查出了和哥哥魯迪的大量短信，兩人討論了毒資藏匿地點、洗錢錢莊、運輸方式和比特幣行情。但面對指控，隆尼斯塔姆只承認參與了其中一次20公斤的運毒，並將其他所有責任推給了哥哥。260萬歐，那是自己踢就掙的。我家電表裡有18公斤可卡因，那不知道是誰割的。短信，我們瞎聊呢。荷蘭警方都傻了。哥們兒，你不見棺材不蹦迪是吧？為什麼前有販毒的荷蘭國腳普羅梅斯，3年又出了個隆尼斯塔姆呢？因為荷蘭是歐洲對毒品管制最鬆、對毒品的犯罪也最寬容的國家，外加靠海，也成了歐洲最大的中轉站之一。而靠着深耕此類賽道的辯護律師，本周荷蘭法院審判結果出爐，隆尼斯塔姆的販毒和洗錢罪不成立，僅是因為走私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沒有絕對證據證明他和毒品之間是有關係的。檢方也推翻了之前認為他是荷蘭黑幫大頭目的指控，而相比預期的13年監禁少了一半的理由，竟然是隆尼斯塔姆哭着說，如果自己和孩子分別太久，孩子會受不了，以及一份10頁的悔過書。這可是 2.2 噸毒品。我國的法律，販賣、運輸、製造毒品超過50克就能夠享受轉生的樂趣，而按照一天執行一次轉生計算，隆尼斯塔姆跟我國能連續被槍斃120年。荷蘭國家隊真是個神人輩出的地方，不僅有3劍客、3棍客，出自荷蘭能源家族的維霍斯特，有警官證的門將諾布特之外，如今還出了倆毒梟，普羅梅斯和隆尼斯塔姆倆人販毒超過3噸，後面再出點足壇狠人，千萬別吃驚啊！